爹地，对不起啊，爹地，我没把苏贝瑞娜的电话告诉你，对不起，爹地。医生，我们现在只能尽力而为，希望叶太太明白。拜托你了。不用客气。叶太太，分享就怎么样？霍先生，这袋子里东西是护士帮温小姐保管的。叶太太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来了很多记者。爹地，爹地，爹地，你去哪里？爹地，我怕爹地出事啊！没事，没事的，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留在这儿啊。阿忠啊，我开车到后门等你。快点啊，荣天，是，麻烦你在这里打理一切。天佑啊，你留在这儿帮荣天好不好？好啊，拜托你了。叶太太放心，帮我好好照顾海兰。好。先坐下。David 呀，就算你找到那颗钻石，萨布瑞娜也不会回来啦。知道，谢谢。要不要先去医院？不用了。今天发生那么多事，你一定很累了，歇会儿吧。到了我叫你。我连温小姐的教徒都不知道，这件事我实在太疏忽。不关你的事。萨布瑞娜以前也常常笑自己懒得去教堂，很难怪你们没有留意到。哦，是我事先没向霍先生问清楚。你用不着替他说话啦。那么多年的夫妻，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了。鬼神信仰这种事情啊，他从来都不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有兴趣记这些事情呢？我看你跟他这方面应该很相似，我不会怪你们两个的。事实上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向霍先生学习。这次真是多亏叶太太帮忙打点，要不是你跟这个教会很熟，在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地方。以前 Sabrina 丈夫去世的时候，她说过她很怕殡仪馆的这种气氛。她说如果有一天轮到她的话呢，她宁愿大家静静地送她走。她丈夫生前很疼她的，
所以当时塞布瑞娜很伤心。曾几何时，她还说过，有朝一日会跟她丈夫葬在一起。可是到了今天，我私自拿主意给她另外找个地方，希望她不会介意。我懂你的意思。你说我是什么意思？以温小姐生前跟霍先生的关系，如果再把她跟以前的丈夫葬在一起，岂不是又让记者有机会胡说乱写了？我明白叶太太这么做，也是想保护他们的声誉。就像这次，叶太太大方的站出来搞这个治丧委员会，无非也是想无聊的人闭嘴。你观察事情很透彻。我只是说我看到的事实。事实上呢，我的确不希望有人再拿塞布瑞娜来做话题。人都死了，干什么呢？可是同样也是事实，我今天这个做法不是拿来应付其他人的，我纯粹是为了 David。我不希望他以后每次来看塞布瑞娜的时候，还要面对人家死去的丈夫而感到内疚。怎么？是不是我把 David 形容的那么有人性，你觉得很意外？使我觉得意外的，并不是霍先生。至于当日出殡的程序，我们安排好，我会尽快就 Randall 通知你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啊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叶太太。荣天啊，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不介意，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，我只是想问问你，你叫我叶太太会不会太见外了？我想我们家里跟叶孝礼的关系，我不太适宜叫你婶婶。你叫我阿姨也无所谓的。难道你忘了？你大概3、4岁的时候呢，我替你爸爸打过工的，那时候你也是这么叫我的。除了这些不开心的历史之外，以前的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与其这样的话，何不记着开心的事，不是更好？同样的话，我会带你向霍先生安慰的。哦，这倒用不着。在这方面 ，David 跟你很不同，他做人比你正面的多了。要学的话，学他这方面的长处喽。搞丧礼也这么热闹，可真有空。哼，安提真大方啊，还出名帮人家登讣文。大方还是大胆还不知道，叫人把报纸收好，免得爸爸看了不开心。四姐，年轻人最值钱的地方就是经得起太阳晒。下个礼拜6跟我一块出海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叔叔伯伯在场，偶尔亮亮相，不一定要等到过年过节嘛。礼拜6啊，我们不用参加 Sabrina 的丧礼吗？你跟他很熟吗？既然安提是主理人，我们总要有点表示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到时候安提方不方便出席还不知道，你别这么多事了，免得待会儿爸爸又要骂人了。怎么？大清早就觉得我想骂人脾气那么差？爸爸早。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。爸爸早。哦，没有，大嫂跟周开个玩笑嘛。是吗？这么好兴致？是啊。其实我是怕爸爸知道安提在外面帮前夫处理善后会不高兴。看了今天报纸了？当了半班，人人都看到了。你们的安提老早就跟我提过了。爸爸，我是怕外面的人又要说闲话了。连霍锦良自己都出国避风头了，我真的搞不懂安提居然这么热心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喂，这是霍锦良跟温宝儿之间的事，安提现在姓叶，我们家里没必要跟那些争风吃醋一塌糊涂的新闻扯上关系。我们大家都认识，总不能看到以后。你快吃吧，早餐都凉了。这个时候就算饿了也吃不下。不是啊，今天的沙拉很好吃啊，是不是你交费用做的？有进步啊？不是啊，老爷，今天的早餐呢是太太亲自下厨做的。哦，先搁着。早，安提早，这么早都齐了啊！幸亏呢，我做的不慢哦。我还以为你会来游泳，难怪等你半天都等不到。漂白水很伤皮肤的，我不像你们男人什么都不怕。秋啊，昨晚喝了很多啊？我还认得路回来，不算多吧？哎呀，你别喝那么多柚子水了，冰凉的。我冲杯生茶给你喝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安提，我帮你啊。啊，一块来。
荣姐，要外边的人不要说话，首先自己不要说。这次你安体不是帮他前夫处理什么善后，他是帮助一个去世的好朋友，尽点心意，有什么不对？你呀，多喝点柚子水吧，清火。下午有没有要紧的事回律师行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帮我忙了一整天，也够累了。Daddy 呢？听荣天说他前天已经回来了，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他都不出来啊？这整件事情，外面人认为你爸爸要负最大责任，但事实上，最应该负责任的人，应该是 Sabrina 自己。他选择走这条路，不想再面对。不管他是太累，撑不下去了，还是实在太软弱了，这是他自己为命运所做的决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或者有必要去为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负责任，除了他自己本身例外。所以我不希望你在这件事怪你爸爸或者任何人。你明不明白？我还有事情要做，麻烦你替我送Helen回去了。好。叶太太，是不是送你回家？我还有个地方想去。好啊。进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碰碰运气。我还以为你会说，因为你了解我。如果你要人家了解才能站起来的话，这个似乎不是我熟悉的霍景良。人是会老的。你说你自己好了，
我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吃那么多燕窝，管用的。你别把我拖下水啊！反正已经拖了。今天热不热闹？通常这种场合呢，我会用体面这2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一点。我以为今天会有很多记者在场，场面一定很混乱。所以你不想去，怕会动手打人。我怕被人看到我哭。根据 Sabrina 的遗嘱，她会把这栋房子捐给我们妇幼会。我们打算把它拍卖，到时候日子落实了，我会先通知你。相信你应该会有兴趣的。谢谢。我们为 Sabrina 干杯。那麻醉师证人，Sandy 1个多月以前已经通知他了，中间那么长的时间，你怎么居然会忘了向法庭申请啊 ？Sorry, Anthony。Helen 的爸爸前一阵发生了点事情，相信他太忙没有留意到。我也知道 David 这件事呢，给你带来了不少烦恼。不过你要知道啊，影响情绪是一回事，专业的表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第一天上法庭就说要补个证人，人家控方未必肯接受的。还有啊，法官也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。Anthony， 放心吧，我跟 Teddy 合作过，他很讲道理的，我跟他谈谈。哎呀，那个客户怎么办？早上打了5个电话，就快发脾气了。客户方面，待会儿我会亲自上门跟他们道歉和解释。可是至于案子，我看还是交给 Sandy 比较好一点。你又来了，做事要有信心才行。可是如果客户看到下次帮他上庭的又是我，只会使他们没有信心。有没搞错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我老婆的案子有没有希望打赢啊？相信我的同事一定帮得了你的。霍律师，当初是你说有信心，所以叫我们别跟医院庭外和解的。现在案子又拖下去，我们真的没那么多钱啊。你知道我女儿变成植物人，每天躺在医院要花钱的。对不起。为什么我这么讨厌？为什么我到哪里都会害人？